他妈的，你就是高启强，胆子倒是不小。我只想安稳过日子，不能招惹是非。老板，我就是摆个小摊挣点辛苦钱，没碍着谁吧？抢了我食堂的生意，你还敢说没碍着谁？这片餐饮我说了算，下次再让我看见，我直接打断你的腿。裴老板，是我不懂规矩，以后我走远一点。志远，快看，你爸爸被人欺负了！为什么？你为什么不反抗？哟，之遥，那不是你爸吗？我刚才还以为是哪儿来的乞丐呢，真够丢人的。砸完我的场子，就想这么拍拍屁股走人？裴老板，做事别太绝。你自己说说，你在校门口摆摊10天，每天是不是最少卖500份盒饭？我食堂原本满满当当的客人全让你抢走了。我食堂定价18块钱一份饭，你一天抢我500个客人，我一天直接亏9000，10天下来整整9万块。今天必须把这笔损失赔给我，1分都不能少。裴老板，你这算法根本不讲道理。我卖500份是总营业额，不是纯利润，食材、燃气、打包盒全都是成本。我一份饭赚不了几块钱，根本没有你说的那么夸张。如果你心里不平衡，我可以按我这10天的实际纯利润赔给你，我绝不赖账。少跟我玩这套文字游戏。我不管你赚多少，成本多少，我损失的客人是实打实的，我只认9万。今天拿不出钱，你别想离开，1分都不能少。这小姑娘是你女儿吧？怪不得一直站在这儿看着。是那个卖盒饭的女儿。裴老板，这事跟孩子没关系，别太过分。哼，过分？你跟我讲过分，你不肯赔钱，我就只能拿你女儿说事儿。给我把这个小丫头片子抓过来！你能不能别再惹事儿了？我妈等了你15年，整整15年，你是不是非要把这个家毁了才甘心？放开他！这事儿冲我来，别动我女儿！我忍你们很久了，欺负我可以，动我家人，绝不姑息。裴哥，这卖盒饭的藏收手了啊！哎呦，还敢动手！我看你是给脸不要脸！上！这不是下山虎专属的虎王纹身吗？我还以为是什么东西。你一个摆摊卖盒饭的，居然敢纹下山虎的虎王纹身，你也配？裴哥，我最近真听说，传说隐退15年的下山虎出山了，时间刚好对得上，该不会……放屁！你是真傻还是假傻？那是山水集团的掌舵人，人家放着亿万董事长的位置不做，跑来校门口卖盒饭，你觉得可能吗？志尧，这里没你的事儿，你先回家，听话，先走，别在这儿待着。敢冒充下山虎，简直是找死！这大叔真的太冤了，老老实实摆摊挣辛苦钱，硬生生被地头蛇砸了摊子，还步步紧逼。什么纹身不好纹，偏偏纹下山虎的，这下惹上山水集团，谁也救不了他。喂，大逼哥，是我裴虎，我这边抓到一个冒充虎爷的骗子，一个在校门口卖盒饭的小卡拉咪，居然敢纹虎爷的虎王纹身，简直是对虎爷的侮辱。您放心，我肯定替山水集团教训他，我就在校门口盯着他，绝对不让他跑了。小子，你完了，大逼哥已经带人赶过来了。裴哥这回是真立大功了，这卖盒饭的真是不知天高地厚，大佬一到，非废了他不可。今天我非要在山水集团立大功。是，全员备车，立刻赶往城南校门口，快！你快走啊！现在赶紧走还来得及。那
那是山水集团啊，临江最大的势力，我们根本惹不起。他们来了，你就真的完了。你现在动手打人，彻底得罪了山水集团。他们是什么势力，你不清楚吗？是爸爸不好，是我没用，让你和妈妈受委屈了。说的太对了，你爸爸他就是个灾星。你以为动手很威风？等死吧！你冒充下山虎，当众行凶，今天就算长10张嘴也说不清。今天就是你的死期。完了完了，山水集团真的来人了，这下这大叔死定了。惹谁不好，非要惹山水集团。哼！大逼哥，你可算来了！就是这个臭卖盒饭的冒充虎爷，我发现他冒充大佬后，当场制止，拆穿了他的骗局。你看他这窝囊样，我已替山水教训过他了。要不是我盯着，他还在外别坏虎爷名声。大哥，求求你们放过我爸爸，求求你们了！他不是故意冒充的，他坐牢数年不懂规矩，乱纹身壮胆，只想摆摊养家。刚才动手也是对方先砸摊子打人，错全算我们的，求别找我爸爸，我们再也不敢了。山水集团鲍成生拜见虎爷。拜见虎爷，拜见大小姐。不可能！你们肯定认错人了，他就是个摆摊卖盒饭的，他怎么会是虎爷？他怎么会是虎爷？你们绝对弄错了！放肆！敢对虎爷不敬，你可知是什么后果？我的天，这怎么可能？他明明就是个摆摊大叔啊！志尧，对不起，是爸爸瞒了你和妈妈太久，让你们受了15年的委屈。爸爸，他们说的虎爷，说的下山虎，真的是你吗？我真的是下山虎的女儿。15年前独占1000人，血染半条江，那个传说也是你，对不对？是真的，是爸爸瞒了你太久了。你先别害怕，今天的事情处理完，所有的过去，我慢慢讲给你听。把所有闹事的人全部带过来。志远，我错了，刚刚我就是跟你闹着玩的，你千万别往心里去啊！我们可是最好的姐妹啊！这么多年我一直把你当亲闺蜜，你最善良大度了，肯定会原谅我的，对不对？你快帮我跟虎爷求求情，我再也不敢了，求求你了，志远！开玩笑。刚刚我被裴老板逼得走投无路，求你帮我的时候，你在干什么？现在知道我爸爸的身份，知道我们不好惹了，就跑来认姐妹。你的姐妹情也太廉价，太虚伪了。你们都是学生，本该好好读书，不是拉帮结派学社会人。我不跟你们计较，但做错事就要受罚。从今往后，守学生本分，不许再搞校园孤立。再让我知道你们欺负同学，就不是简单教训这么简单了。我们知道错了，谢谢虎爷，我们再也不敢了，不敢了。我有眼无珠，狗眼看人低。我要是早知道您就是下山虎，给我100个胆子，我也不敢招惹您啊！我鬼迷心窍，砸您的摊位，求您饶我一条小命。你不用跟我认错这些表面恩怨。我问你一个问题，老老实实回答。您问，我一定如实回答。我的盒饭评价干净，学生只能蹲路边吃。你们食堂有室内座位，不用风吹日晒。可为什么学生宁愿蹲路边吃我的盒饭，也没人愿意去吃你们的食堂饭？这我不清楚，可能是学生口味问题。不清楚？你承包食堂，垄断校园餐饮，拿捏所有学生，你会不清楚？是我的问题，我食堂用的是廉价冻肉，不新鲜的臭肉，食材根本不卫生，分量还刻意缺斤少两，定价又贵，专门坑学生的钱。学生们都知道食堂饭菜难吃又坑人，所以宁愿多走几步买你的盒饭，也不愿意吃食堂的饭。他太沉稳了，只用一个问题就把所有黑心罪证都扒了出来。这真的是我的父亲吗？地上这些全部报废的盒饭，到底是你故意掀翻的，还是高先生自己不小心打翻的？如实交代。是我买的，我不是故意砸摊找事儿，我就是听说高老板的盒饭味道好，用料干净，特意花钱买来尝尝手艺，纯属误会，根本不是闹事儿。既然是你花钱买下的，那买卖算数。高先生的盒饭18元一份，现场500份，总价9000。既然你买下了，全款结清。9000？想耍赖？我这嘴，我真是嘴贱，瞎编什么不好，非要给自己挖坑。
活该，天天黑心坑我们，遭报应了。虎爷，我真的知道错了，我再也不坑学生了，求饶我这一次吧。你现在低头认错，根本不是真心知道自己黑心害人，你只是单纯怕了。即刻联系市场监管局、队务局、辖区派出所。食堂长期囤积过期冻肉，缺斤少两，学生家长条条铁证如山，交由公职部门判定。我错了，我真的彻底知错了，求你放过我。我上有老下有小，一家人都靠我养活，我要是出事那可怎么办啊？你现在知道上有老下有小，知道怕连累家人。你常年用变质黑心肉卖给在校学生，坑骗孩子零花钱，肆意缺斤管两。想要维权的家长的时候，怎么没有半分手下留情？怎么没想过那些孩子也是别人家的宝贝？今天我不跟你玩江湖恩怨，你触犯的是法律，你的下场全部交由公职部门判定，该怎么判就怎么判。太解气了，这种黑心老板就该被查。我还以为虎爷要直接动手收拾他，没想到直接走法律程序，太公正了。原来我一直都看错你了。不要送我坐牢！别送我坐牢，我赔钱，我加倍赔！求你们给我一次机会啊！活该！爸，我刚刚真的吓死了，我真以为今天我们死定了，我甚至都做好了最坏的打算。你也太能藏了！你要是早点告诉我你是虎爷，我也不至于这么害怕。对不起，志远，这15年是爸爸对不起你，更对不起你妈妈。这15年，我缺席了你的成长，让你跟着妈妈吃苦受罪，受人冷眼，被人欺负，让你们母女独自扛下所有风雨，是我做的太差。从今往后，爸爸再也不会离开你们了，会一直陪着你和妈妈，再也不让你们受半点委屈。虎爷，后续周边事宜我们会全权处理。为了您和大小姐的安全，我们带领人手全程贴身随行保护您。不用，你们一群人浩浩荡荡跟着我，阵仗太大，我就跟个出门巡游的大明星一样，太惹眼了。低调点，不用跟着，我只想安安稳稳陪我女儿回家。是，虎爷。爸，我现在只想知道全部真相。15年前到底发生了什么？你为什么会坐牢？又为什么整整15年没出现过？15年前这片地界乱得离谱，当时一伙地痞横行霸道，收保护费，打砸店铺，稍有不从直接打砸，嚣张至极。后来他们盯上了我和兄弟们打拼的公司，狮子大开口，让我们交出所有股份，否则就彻底搞垮我们。我手下那群兄弟个个重情重义，当时全都红了眼，吵着要跟对方拼命。誓死守住打拼出来的一切，可我心里清楚，他们每一个人都有家有口，有老有小，有老婆孩子要养活，一旦真的拼死相搏，大概率要出人命。我不能让他们拿命赌，所以我当时搞了一次生死签，对外说抽签定人选，抽中者独自前去擒贼擒王，直面整个团伙，9死1生。所以，最后抽中死签的人是你，对不对？是。抽中死签之后，我知道对方心狠手辣，随身携带凶器，根本没打算留活口。我提前在贴身衣服里绑了厚厚的铁皮护身，独自埋伏在废弃沙场。等到团伙头目带人现身，我孤身一人冲上去，一个人拖住了整整一群暴徒。我硬生生扛下所有攻击，拼死缠斗，硬生生撑到警方赶来。可当时场面太过惨烈，出手过重，最终被判定为防卫过当，判了15年牢狱。当年虎爷怕我们一众兄弟拼命送死，怕我们拼死阻拦他，提前偷偷做了手脚。那一把签，全部都是死签，没有一根活路。 15年原来是这样过去的，他的隐忍，他的退让，原来都是有原因的。那场抽签，所有签都是活签，其实只有他自己换了那张必死的。你也太傻了，真的太傻了！你讲义气护兄弟没错，可你这15年的牺牲，我们母女替你吃了多少苦？你护了所有人，唯独丢下了我们，让我和妈妈孤零零熬了整整15年，受了多少委屈，你知道吗？ 我不怪你怨我，当年我年少热血，满心都是兄弟情谊。那时候我压根儿不知道你妈妈已经怀了你。如果我早知道我有了女儿，知道自己肩上还有家庭的责任，我说什么也不会逞这个强。这就是我们誓死追随虎爷的原因。这辈子能跟着你，是我们兄弟最大的福气。今天所有恩怨了结，我们全体兄弟只有一个请求：虎爷，山水集团是你当年一手打下的根基，
没有你当年舍命牺牲，就没有现在的山水，更没有我们所有人的今天。恳请你回归山水，重新执掌大局，做回董事长的位置。从今往后，整个山水上下全部听你调遣。恳请虎爷回归，我等誓死追随。都起来吧。当年我出手护着大家，纯粹是因为兄弟情谊。我们一路走来，同甘共苦，我护兄弟们平安是本分。摆摊卖盒饭，安稳踏实，不用打打杀杀，图你们勾心斗角，不用搞什么尊卑礼数。想来找我，就到我的小摊上买一份盒饭。我们如常当兄弟相处就好。爸，你能不能别这么傻了？兄弟情重要，可我们的家就不重要吗？讲义气，不贪名利，我懂。可你能不能现实一点？我和妈妈已经陪你吃了15年的苦，你现在随手就能拿回一切，偏偏还要推开，你到底是格局高还是太自私，只顾着自己心安？我就是想当富二代，我一点都不觉得丢人。你总说兄弟们的报恩是不劳而获，让我不要贪心，可这根本不是。你整整15年的青春、自由、人生全都搭进去了。你拼命挡下所有刀、所有祸，护了他们所有人，拿15岁月换来的。现在他们回来报恩，这是你理所应当该得的回报，根本不是不劳而获。只要做人踏踏实实最重要，财富要靠自己双手创造。人这辈子绝对不能想着不劳而获，坐享其成。你别再给自己灌这种大道理了，你这是在偷换概念。你要是今天硬要推开他们的报恩，继续守着你的清高面子，那就代表我和妈妈还要继续吃苦，我们还要为你的大义情怀买单。爸，我把话放这儿，你要是执意拒绝这份属于你的补偿，继续委屈家里人，我真的会恨你一辈子。董事长的位置，我断然不会做。我隐退多年，早已厌倦了江湖纷争。如果你们真心想报答我，不用给我高位权柄、巨额财富，你们帮我把这间学校食堂买下来就好。我依旧做我的盒饭生意，有个安稳的场地，不用再风吹日晒。最重要的是，我能亲自把控食材、把控卫生，让全校学生都能吃上干净放心的饭。虎爷，一个小小学校食堂格局太小，根本配不上你的付出。我们山水集团旗下足足30家大型员工食堂，我们全部送经营打理，全权归你调度。这不行，太贵重了。30家食堂体量太大，全盘交给我的话，也违背我做人的原则。虎爷，当年我们一无所有，是你带着我们白手起家拼出一片天地，更是你舍命护住我们所有人的前程，这是你应得的。我们兄弟之间不计得失，这份回报是我们所有人的心意，你只管坦然收下。这样就很好，不用委屈自己，也不用亏欠我们，刚刚好。爸，我以前一直觉得你摆摊卖盒饭特别卑微，特别没本事，但我现在懂了，你不是没办法才做这个，是你本性善良，想踏踏实实做事，这一点都不丢人，特别体面。虎爷，30家集团员工食堂所有手续、场地、人员、经营权，今天全部彻底交接完毕，从现在开始，全权由你说了算。什么虎爷，董事长的名头都别再提了，以后我就是专门做饭的，大家照常就行。做事嘛，在哪儿都一样，我就踏踏实实做饭。爸，这下终于不用再吃苦摆摊了。先从我的招牌红烧肉开始试营业，不搞花里胡哨，用料足量，干净卫生，先让大家吃得满意。虎爷，我们提前做了全员调研，集团3万多名速成员工，几乎所有人都点名吃您亲手掌勺的盒饭。其他师傅做饭大家都不留言，不求荤菜，只求您专门开发几款素菜套餐，哪怕是简单的青菜。行，既然大家信任我，我就荤素搭配，尽量满足所有人的口味。今天终于能吃到虎爷亲手做的盒饭了，这可是顶级大佬亲手掌勺，太有排面了。嘿嘿，说真的，现在能吃上高老板做的饭，真的算是我们的荣誉了。谁能想到，当年叱咤临江的下山虎，如今亲自给我们打饭做菜。我申请半天年假，别的不重要，吃到虎爷的盒饭最要紧。我更狠，无偿加班1个月，就为换一份糖醋排骨，花钱都难抢。真换到了，值了，值了，值了！拍好了发个朋友圈，你看这条，哈哈，这个配文绝了。高师傅，我代表整个技术部谢谢你。自从大家天天吃你做的盒饭，吃得饱吃得香，心态好，整个部门干劲拉满，所有积压 bug 全部清零，团队工作效率直接创下年度新高。好好工作，好好吃饭，都是应该的。太难抢了，内部交易群里有人专门蹲点抢盒饭倒卖，18块的盒饭被炒到200，离谱。可实在想吃，只能咬牙买。不愧是虎爷，做饭的手艺和做人的格局一样，顶级水准。我吃过最好吃的盒饭，没有之一。每天一份，上班动力拉满。虎爷真是太夸张了啊！好好的一顿家常便饭，没必要搞成这样，得立好规矩，拒绝倒卖，多余的转公益方向。200不讲价。扫了。各位同事，我定个规矩，
从今天起，盒饭限购，每人每天只能买1份。啥呀？是啊，虎爷。我做盒饭的初衷是想让大家吃上干净踏实的热饭，好好工作，好好生活，不是让大家内卷抢饭，更不是让有些人拿去倒卖牟利，一顿家常便饭而已，没必要搞成攀比炒作的噱头。每天多出来的餐食全部统一打包，送给环卫工人、外卖小哥，还有公益救助站的人，他们天天风餐露宿，比我们更需要一口热乎饭。原来是这样，虎爷格局真的大呀！太谢谢了，我们常年风吹日晒，从来没人惦记，这口热饭吃的心里太暖了。高师傅还惦记着我们这些普通人，这份饭比什么都实在。爸太善良了，以后被人算计了怎么办？项目前期预热、流量引流都是我们熬夜做的，主导权当然归我们。光宣传有什么用？成交回款全是我们在落地做，凭什么你们拿主导权？往年项目全让你们牵头，今年我们凭什么不能牵头？看谁更擅长落地，那是往年我们啃下来的硬骨头。今年要移交主导权，也得看谁更擅长落地。都先停一停，别光顾着吵架。先来尝尝我新做的麻辣香锅。你们看这锅香锅，肉、菜、调料缺了哪样都不好吃，单拎出来哪一样都不出彩，搭在一起才够味儿。跟你们做项目一个理儿，做生意做项目和做饭是一个道理。市场部擅长造势引流，就全权负责前期宣传、品牌铺垫；销售部擅长落地成交，就负责后期对单一半责任，各拿1半功劳。懂了，分工配合做好。没错，比起争夺主导权，把项目做好才是最重要的。就按虎爷说的来，尝尝尝尝。以前开会全是算计和争抢，现在一顿热饭就能化掉。虎爷的盒饭填了肚子，也盘活了整集团的氛围。那就按这个节奏来。行，没问题。15年了，给你买的白色高尔夫。这是什么？你乱买什么东西啊15年你一个人撑着家，接送之遥，操持家务，从来没享过一天福。以前我没能力，现在我能养家了。我苦点累点都没事，就这么多年，心里一直空落落的，现在终于有家的样子了。什么啊？这是我之前跟同学念叨了好久，一直想买的星空投影仪，你居然还记得？你从小到大，爸爸缺席了太多，你喜欢的、想要的，我以前没机会、没能力给你，现在爸爸有空，也有能力了，你的每一个小愿望，我都想慢慢补上。哇，太香了吧！这是你带的午饭吗？你爸爸手艺也太好了，下次也帮我做一份好不好？我可以付钱的。对啊，志尧，让高师傅也给我们做盒饭吧，再也不用吃食堂的臭肉饭了。我爸爸做的盒饭，山水集团3万多员工天天排队抢着吃，专属内部福利，有钱都不一定能买到。那红烧肉比饭店还香，山水几千人排队都抢不到。就姓高，他爸是谁？要是食堂能做成这样就好了。爸，我们学校老师和校长都唠叨好久了，班主任找了我好几次，说食堂卫生差、口味差，学生怨言特别多，想请你抽空去一趟，教教食堂阿姨怎么做饭，帮我们改善一下伙食。我现在专心打理山水的食堂，有点忙不过来呢。就去一趟嘛，你以前摆摊就是为了让我们学生吃上干净饭，现在顺手帮帮全校同学好不好？大家真的都特别期待。行，拗不过你，我明天抽空去一趟学校。终于能吃到高师傅亲手做的盒饭了，之前只听说过，今天总算如愿了。以后要是学校食堂都是这个口味，我再也不吐槽食堂，不点外卖了。高师傅，你的手艺我们全校都见识了，干净、实惠，味道还好。学校想聘请你当专属食堂主厨，双倍薪追，待遇随你提，全权负责食材和菜品，你看怎么样？谢谢校长看重，薪资我就不用了。我现在就想踏踏实实做盒饭，守着自己的小摊儿和食堂，简简单单过日子。最大的心愿就是多陪陪老婆孩子，不想再追逐更多名利了。他不是没能力，是主动选择了平凡。纯黑，你这粉色挺好看的，燃。闺女，最近怎么突然这么用功了？以前你总嫌学习枯燥，现在反倒天天埋头苦读。爸，我不是一时兴起，我想好好读书，以后专门考餐饮管理专业。怎么突然想考这个专业？因为你会顺利做公益，我都看在眼里。你太容易相信别人，说两句好话你就愿意让利帮忙，把关肯定容易被人骗，替你守住家业，不让你辛苦打拼的一切白白被别人占了便宜。没想到这些事情你还想得这么长远，是爸爸以前太傻，
只会埋头做事，一味让利。包在我身上。从来没好好考虑过家里，还让你替我操心。启强啊，真是出息了，又是开食堂，又是做公益，名气大得很，彻底翻身发达了。我儿子准备结婚，还差50万彩礼。你现在混得这么好，可不能忘了我们这些穷亲戚。大家都是一家人，你必须得帮衬一把。借钱可以，50万没问题，但必须按规矩来。规矩好说，都是亲戚，随便走走流程就行。第一，按银行最高商业利率算利息，1分不能少。第二，到期全额付清。第三，逾期每天再加罚费。第四，拿你名下房产做抵押，规避风险。最后，所有条款落实纸面，签正规借款合同，受法律保护。志尧，你小孩子懂什么？亲戚之间互帮互助是本分，谈利息、谈抵押、签合同也太见外、太冷血了。就是因为是亲戚，才要亲兄弟明算账。叔叔，我家的钱不是大风刮来的。我爸起早贪黑做饭，苦心经营食堂，做公益帮扶外人，是他心善，但不代表我们的钱可以随便无偿外借。同意我定的规矩，今天转账；不同意，那就请回。这钱1分不借。没有规矩的亲戚帮忙，最后只会变成理所应当的施舍，更会闹得亲戚反目。哼！今天没有他挡着，这钱就借出去了。还是你想的周全，爸这辈子吃亏就是因为太好说话，不懂立规矩。所以以后家里的人情往来、资金账务，我来帮你把关，你负责善良做事，我负责守住底线。好，都听咱们志尧的。一柔一刚，刚好撑起这个家。你们快看，今天鸡蛋做活动，买1送1，太划算了，咱们多拿2板。以前做梦都不敢想能有这样安稳的日子，一个人扛了那么多年，又怕你出事，又要照顾之遥，每天提心吊胆。现在终于不用一个人硬撑了。以前争凶斗狠，以为功名利禄才是赢，现在才明白，那些都是虚的。有老婆在身边，有孩子平安长大，一家人整整齐齐、平平安安，比什么都强。这个家以后我来守。高总，我们帮您弄吧，您陪着嫂子和大小姐就好。不用这么客气，你们也逛超市，不用特意忙活我。您不管做什么，都是我们心里最敬重的高总。